就这一期呢，就想邀请来凯文嘛，我们来聊杨定一博士讲的怎么样来通过入世出世的修行来提升自己，断掉我们世俗的一切的烦恼。特别好这个主题。其实人类的整个社会文明都是有迷惑性的，所以我们很难活在当下，因为社会在迷惑你，让你活在未来啊，活在期望啊、理想、梦想当中。实际这些东西都是，都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你在这个幻觉当中、幻象当中，你觉得好像这样更好一些、更有意义一些，但是都不影响它本质上是一场幻觉啊。它这个幻觉是可以玩的，我只能这么去说，它是一场游戏，它不是一个刚生出来就毁灭掉的幻觉，它是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幻觉。所以你可以在这中间的这段可操作的时间，你可以有各种玩法，但是不影响它还是一个游戏啊，还是一个梦境，还是一个幻觉呀，因为最终它是会消失的呀，它不是一个本质性存在的东西。只是地球太阳系消失，还是说整个宇宙它都是一个幻觉，它都会消失？按照现在的物理学的观点，就是整个宇宙最后会全部消融成光子，就只有光子存在。就连黑洞它都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蒸发着。我这个不可思议指的是缓慢哈。那像佛菩萨还有耶稣，他们是超越宇宙这个维度的存在吗？对呀，他们已经回到了永恒啊。就是他不在这个四维宇宙时空之中，他已经回到了最高维了。因为低维都是相当于高维的一种幻想啊，或者说投射呀出来的，真正只有那个最高维度才是真实的，其他的维度都是那个维度的一个一个幻觉吧，或者说游戏而已，梦境而已。我之前打过比方，就像我们创造出来的游戏世界啊，电脑游戏啊，电子游戏，那它是没有一点真实的，对吧？但是你说它能不能玩？能玩啊。对呀，我昨天也看一个从1KB 到100GB 的游戏的变化，那其实就连1KB 的游戏都能玩，你更何况这个宇宙可不是个多少 GB、KB 能定义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游戏了，宏伟的游戏了。其实宇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游戏，只不过因为它那个 GPU 嘛，就是算力有限，所以说它必须得定格光速，得恒定到那个30万千米每秒，然后呢又把那个量子定格，因为你实际上如果是说拿那个显微镜，电子显微镜无限的去放大细分的话，你会发现它那个物质嘛，它是像那个就是像素一样一格一格的在那里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算力不够嘛。然后呢，就前面根据那个就相当于一种说法的宇宙观嘛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就是真正的那个造物神，它是无欲无求，它是圆满的境界，而来写我们这个就是创造我们这个维度宇宙的，它只是某一个公司的一群程序员、程序开发者，他并不一定是灵性很高的人。然后呢，他通过代码通过这个说明书把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宇宙的这个3维游戏给写出来之后，他肯定因为他本身他只是打工人嘛，他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嘛，写在上头，然后所以这就导致我们这个3维的宇宙它是有 bug 的。像有一些书籍嘛，灵性它是来无意之中来去告诉你这个 bug， 告诉你这个宇宙的真相，而大部分的人他可能都是 NPC。比如说像那天为什么你跟我说杨定一博士的宇宙真相，我突然就睡着了，我被你放倒了，就是因为他有大脑里面他会有一个专门来反 bug 的这么一个机制嘛，他不愿意告诉你，让你知道这是宇宙只是一串代码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对，就是我们会很难接受这个宇宙的真相，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上瘾一样，
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放弃它，或者说从心里面把它放下，就是上瘾的一种感觉。我们对这个宇宙已经上瘾了，然后我们的灵魂既被它束缚着痛苦的哀嚎，同时又对它这些上瘾的这些内容啊、七情六欲啊、种种欲望啊、快感啊，想反复的去体验啊之类的，这种瘾在控制着我们，在让我们反复的去投胎轮回。真相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的。所以你看那些修行者，他们都是要断除欲望，修行打坐，然后人性的部分越来越少，然后可能神性的那些临在的东西，当下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头脑里面的思考越来越少，觉知越来越多，所以说最终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离开轮回的，也是一种法门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瘾对他们来讲已经消失很多了，不存在了。其实真的是这样。你如果去细细分析的话，我们把我们的主业时间，比如说学校，我们就每节课都去探讨生命、宇宙、物质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开悟的。正是因为这个小我的世界，这个社会文明吧，它有很多的烟雾弹，它会不停的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。这些东西其实课程上都有提到，就是小我惯用的伎俩，就是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，让我们去避开灵性的真相，避而不谈。或者我没有时间，我还有很多作业工作，我们的人生功课等着去做。那其实很多灵性开悟是在晚年，比如说退休啊，或者说放弃掉了一些事业爱情之后，他才逐渐显现这种灵性的这种智慧，他才明白，是不是我之前追求的那一些东西都是不太牢固的、不太稳定的东西，注定是要走向毁灭破碎的东西。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智慧，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原来赖以生存的这套社会的这些法则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我们通过活在当下引出了又是宇宙的实相又反复的去说好几遍，其实就是这些东西。但是你能否真的明白宇宙是梦境是幻象这个事实，我觉得是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的。这个我也其实也在思考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虽然去这么讲，但不代表我是100%能够这么去认为的，我可能是30%、20%，对吧？就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因为物质世界一方面在给我们催眠，在告诉我，你只是一个物质的，对吧？你需要这个那个。但是我们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，做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又有另一股力量在提醒我们清醒的去认知自己的实相，自己的真相是什么。包括你读佛经，它不也是在提醒你吗？对吧？你看你的心经第一句讲的是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对，不是，就是色即是空的，那个是名句，但是第一句是我知道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我知道，对，他先讲了一个前提嘛，就是在什么样怎么样，他讲了一个论点，就是一个道理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嘛。其实字面意思上就是告诉我们，你眼前所有的这些名相、这些形色是空的，本质是不存在的。我觉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翻译嘛，就是叫 everything is nothing, nothing is everything， 就是一切，对吧？是的，它是一个公式，也就是说，它把宇宙形象世界、物质世界等同于空 zero 零，对不对？它告诉你，其实这些是零，那零就是没有。但是为什么又显现出这个世界了呢？它是用一种就是之前我们也吹姐也讲了，就是正反能量、正反粒子这种相互，对吧？我们不是物理学家，对，就是我们都懂，就是量子世界就是涨落嘛，消失出现，消失出现。当一个正粒子出现的时候，一个负粒子相应的去产生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不能凭空出现一个东西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创造一个正一，我必须同时在公式的另一边加一个负一，这样它俩才会像幻觉一样同时出现。那么最终的目的是它俩要相互抵消，又归零了嘛。
所以说，量子物理学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就是本质上就是一个能量的正反，或者说粒子正反粒子的一个成对出现、成对泯灭、消失的这样一个幻觉系统。它的最基础的，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是这样出现的。那么宏观其实它是没有变化的，对吧？它本质上只是我们看不出来，它可能这个涨落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捕捉到这个闪烁也好，这个震动也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一个受限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梦境，或者说是游戏，或者说是幻觉。也就是说，我给你一张8K 的 AI 的图片，你第一反应不会觉得这是一张伪造的图片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的照片。甚至你在 VR 系统当中，你会觉得你就是一个现实的世界，但是你需要一系列的分析和看到了某一个像素点之后，你才清醒到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一场梦而已。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其实需要的只是一个证据而已。但是你想想，那么多人的特殊经历，包括一些超自然力量，不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虚拟的吗？对，你有没有玩过有个游戏叫模拟人生？玩过呀，以前特别喜欢玩。对，所以其实你看，在那个模拟人生里头，我们可以挣钱，可以找对象，可以工作，对，也可以求财。但是你之前你说过，你之所以对于八字、财运、求财不太感兴趣，就是你看透了我们真实的世界，实际上就像模拟人生的游戏里面，在模拟人生里面，无论挣多少钱，最后你都是有退出游戏的那一天，那些钱都是对 nothing， 对吧？这个，所以我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这个现实世界，我觉得那些东西是重要的，但是它不是第一重要的。我之前表达过这个观点啊，就是玩这个游戏是重要的，我们没有说让大家当一个不正常的人，我们就每天修行打坐喝西北风，我们没有那么极端，我们就还是希望大家是做一个正常人，该干嘛干嘛。但是你要把你的人生头等大事变成一个非物质的追求，而不是物质的追求，就只不过是改变一下顺序，就是变成第二重要的或者第三重要的就可以了。第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醒来吧，就是你要从这个幻觉当中清醒，认识到这个幻觉不是永恒的，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而已。那我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是说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幻觉，都是像模拟人生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只是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玩家吧。好，那实际上在操控这个游戏的这个程序员，也不是程序员，就是真正在操控我们游戏中角色的那个电脑桌前的那个玩家，他是谁？我们醒来之后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？其实创造整个宇宙的和正在玩这个整个宇宙的这场角色扮演游戏的，都是我们的全体或者叫整体心灵。既是他创造的，也是他在扮演玩家，他在这儿娱乐。是不是说就像一朵云一样，然后等温度低了之后变成了雨，变成了一滴一滴的小水滴，但是那些小水滴它有一天它蒸发之后，它又会重新的合成一朵很大的云。就是整体心灵它的力量或者说能力是非常强大的，它就相当于一台有着无尽算力和无尽编码能力的一台计算机一样，但是它已经不能是叫做计算机了，它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了。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它还可以被定义成它类似于我们的计算机，这样而已。那一台，因为与神对话，它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的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游戏光盘，是这样一个有存储、有信息、可以被读取的、可以被生成的这样的一套完整的这种逻辑体系，就是它的整个的模式是非常类似于游戏光盘的，只不过这个游戏光盘大到你无法理解的程度而已。就我之前看过一个抖音的视频，就是他讲数字可以有多大，然
然后他就开始讲概念，从1、2、3，我们生活中认知的这种数量，到1000、10000、10万、100万，对吧？到什么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数字，然后最后到 Tree3，对吧？那个是一个超大的数字，然后到什么古格尔，然后你通过它那个图像，你就会觉得已经脑子就烧掉了，就是数字它最大可以大到什么程度，是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宇宙它的编码能力也好，它是否基于某种数字，还是什么逻辑，还是多少进制的这种编码，其实你学编程特别好，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就是对吧？就是太简单了，一听。那我跟我妈说的话，那就是对牛弹琴，她一点不懂编码，也不懂二进制，就是整个宇宙，我们不管它是用数字也好，还是用几进制也好，还是用什么体系也好，它真的就是这样的一套逻辑，类似于这样的逻辑下的一个产物而已，然后遵循着这种所谓的一个因果的一个结论。包括我们现在也知道，物质的本质就是能量，那能量的本质我们还未可知，所以其实在这一切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相信一些知道的人、过来者，他们告诉我们的结论，其实是最简单的、最高效的方法。就比如说，你不相信物质是能量构成的，那你不需要相信，你也不需要去论证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和本事，我们只需要去相信爱因斯坦就可以了。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没有能力知道宇宙是什么，能量的本质是什么，我们就相信这些耶稣啊、佛陀呀，他们这些过来人、这些巨人，他们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就接受了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不接受，我们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能去论证吗？但是你看，像锤锤姐，她其实上一期的时候，她其实隐晦的说到了圣经里头，虽然她是基督徒啊，就是但是她有一些章节嘛，她是被人篡改过的。对呀，这些东西其实你没有办法去论证，你能证明它没被篡改或者被篡改过吗？都很难去论证。对，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通过那种科学唯物的想法，我想，那是不是也要交叉论证啊？是不是要正方反方的去看，就是支持他的人写的文章和不支持他人写的文章，看他的引用。但是后来发现，这东西你是无穷无尽的，而且有的人他就是为黑而黑，他因为不喜欢，他会伪造编造各种，就是那种完全是他自己违心的一些，是的。一些文章去黑他，但是你也找不到验证，所以说还不如回归自己的本心。你通过自己的那个，就是自己的那个，就是本我的一些高冷的能量吧。对，就是一些高冷的那种爱的本心，你会自然而然的判断出哪些话是耶稣说的，哪些话是后人篡改的。比如说耶稣他不可能说过只有我才是真的神，其他的那些都是扯淡。你信我者，就是大家自己去得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觉得去跟别人辩论是一件像你说没有完没有了的事情，就你最后无非就是战胜了他，他战胜了你，或者两败俱伤，就是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你不相信，你不接受，那就不相信和不接受就可以了。对，而且包括《古兰经》里头，伊斯兰教，它里面绝对就是先知穆罕默德，他不可能说过，他说不信伊斯兰教的都得下地狱，只是说信我的上天堂，但是并没有他原话，你绝对不可能找到有任何一个章节，他会说不信他的话就是下地狱。但是因为后世有各种各样所谓的道学家嘛，他不断的去篡改他，为了让人家更多的去相信他，然后他就会去吓唬他，然后去编造的那个说法。对，其实包括佛教，他也会在一些经上就是打比方，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着火的房子里，其实他们也都是在打比喻，不是说就是说你怎么样，哎呀你不信我佛法呀，不读佛经，你就
会多么多么惨呐，或者怎么样，他是恐吓你，他只是说在打一个比方，就是说其实我就直接讲到为什么说轮回是苦吧，就是他这个苦其实是相对于那个真实境界而言，它一定是苦的，它不是说我们说轮回一定是你这个人特别脆弱，特别矫情，遇到一点困难你就觉得很苦，对吧？它不是这个意思，它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感受来衡量的，它是跟那个真实的那个境界在比较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不去承认这个东西。就是说白了，当你受到极大的局限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很自由的状态下不承认你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。它并不是说你这个受到的局限就是绝对的痛苦，绝对的不完美，绝对的不好，绝对的不可忍受，它只是在跟你讲，相对于自由的状态下，你这是受限的，这是一句客观的事实。相对于在涅槃也好，天国也好，你现在的人生经历就是很充满了苦难，生老病死的，它这是一个事实。没有人在经历骨折、车祸、生孩子的时候是笑的吧？是说这个疼的太好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太幸福了，我这一生真的是不虚此行，我体验到了这么大的痛苦，对吧？没有人在疼痛的那一刻，或者说遭罪的那一刻是这种状态吧？可能你会很虚伪的说，我经历了那些，我的人生变得很完整了，我的经历很有意义，我们会有这种很虚伪的时刻。但是在那个当下那一刻经历痛苦的时刻，我们都是很不可否认的那个痛苦吧？这个你认可吗？就有没有人就是说心理变态到说，我真的就是越痛苦我越享受？我觉得就虽然人生当中会有一些痛苦啊、死亡啊，就是会有这些不好的东西，但是与此相对的话，它也有很多喜悦、幸福、四大喜事的时刻呀。其实你这个观点就是在整个告别娑婆的一开始他就已经讲了，就是他没有否认你这个人生中的所有的闪光点，所有的美好，他只是在跟你讲这个世界该有的痛苦你是躲不掉的，就是他不是说捧一贬一，他只是在贬一，他没有捧不对，他只是在捧没有在贬。对对，是不是就像我们人类去看那个养鸡场里面的鸡啊、猪啊，对吧？他可能猪的话，它吃东西它也很开心啊，但是在人类看来的话，他们就是吃着那些残羹冷菜，然后然后迟早有一天也会挨到，然后那个卫生条件也很糟糕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能用人类的标准去判别他生活的幸不幸福，但是我们再去要杀他、抓他那一刻，在给他绑起来那一刻，他的那种恐怖的嚎叫，他那一刻的状态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他很享受吧？对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很真实的面对自己。你真的没有经历过痛苦吗？无论是心理的，还是生理的，还是身心同时的带给我们的，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。对啊，只不过我们选择去麻痹自己，忽视掉那部分，会说那不过是一段时间的痛苦，是可以接受的。实际上，我们这只是就像被 PUA 一样，就会觉得，你懂吗？就是在牺牲自己的自由度，然后告诉自己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他毕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是我的上司羞辱我1-2次我是可以的，又不是24小时在侮辱我，在打击我，对不对？其实人都会有这样的自我安慰，这个也没有错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已经就是说整个人迷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打是亲骂是爱啊！每一个批评我的或者对我不好的人，都是某种程度的为了我好，为了你好，对，都是一种我成长的动力啊，或者说都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一种美好啊！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了吧。我们要承认人性里的恶和丑，和社会里的这些不平等也好，或者说生老病死的这些身体层面的东西，包括自然界的这些动物的这种生存的窘境困境这些难受的地方，对吧？一只流浪狗被那种兽夹子夹到了，那这个整个拖着这个夹子要生存
在死之前要生存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，就是等等等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举不尽的。这个例子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拿生活中的好去抵消它不完美的那一面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所以耶稣也说，你只需要带着你美好的那部分的回忆回到天国就可以了，他让你化解掉的都是那些负面的东西。至于你什么美好的情感啊、友谊啊，这些东西不需要忘掉的，不需要化解掉的，它是符合你本性的东西。其实我之前听说过有一种说法，当然如果是说在吃饭的话，或者有观众朋友在吃饭，那你这一段你就掐掉了。前方高能。对，为什么就是我们会忘记前世会喝孟婆汤？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他前世是一只苍蝇，那你想过吗？苍蝇在童年的时候，他是一直在粪坑里的蛆，他也许在苍蝇的角度下，他在大便的那个池子里头徜徉啊，快乐的吃着大便喝着尿啊，然后变成了苍蝇愉快的飞翔。但是在某种高冷的那个菩萨他看来的话，他这本质的话，他就是一个痛苦的巨大的粪坑，地球也许就是一个巨大的粪坑。那你支不支持这种说法？是这样的。其实包括天上的神仙都是会觉得，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粪坑当中，只不过我们捏着鼻子觉得，哎，你捏着鼻子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也不至于每次都恶心到呕吐。真的，我们一直在这样麻痹自己。其实人生是非常多的苦难和遭罪的，但是我们一直在 PUA 自己，就是这都是我应得的，这都是我必须成长要面对要接受的。其实这都是对心灵的一种压迫，所以说很多人压迫到一个极致之后就会承受不了，会选择自杀，会选择结束这一生，其实都是有原因的。就是我们的心灵承受这种 PUA， 承受这种控制已经达到了忍受不了的程度了，他就会选择去解脱，强行解脱吧。所以你看全球每年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自杀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。所以你看，在一个80亿的地球上，我们的这些讯息，这些通往自由的一些，教人去如何去化解一些负面啊，或者说走出困境、走出束缚的这些资讯，活在当下的东西，其实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。但是因为文明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可能这些东西还不是那么重视。就相当于说有一些国家它发展初期它不在乎这些人权啊、国民健康啊这些东西，它可能只在乎经济，污染个空气也无所谓，你肺癌对吧几率提高也无所谓，只要经济上去就行。当我们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们会意识到什么是根本问题，根本问题就是自由，就是人心灵是需要自由的。我上班也好，我做事也好，我的原动力、驱动力应该是源自于我自己，而不是我被迫的去做这件事情。这才是幸福或者说快乐的来源，这才是一种高级的生存状态。所以说，你说佛菩萨他们就是说，可不可以玩个象棋啊，打个羽毛球啊？其实也可以啊。就是他们也可以有，你看我看那个经书上讲的，就是他们是神通自在的，神通游戏自在，就也是在玩的，也是有团队的这种有就是团体游戏的。对，不是说成佛成菩萨就天天在那儿遭罪的。就是也有一个佛就叫莲花光游戏神通佛。多好，这个名字真美好。大强精进永莫佛。我记得我之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嘛，我还有当然是我自己好吧，那我们下次再接着说。对，那好，那非常感谢，然后就订阅支持一下我们的频道吧。后面我们会分享更多的内容，杨定一博士的这些灵性宝藏。对，我们多分享一些，我感觉大家还挺喜欢这个杨定一博士的。
对，还有与神对话，我们也要分享。对就辛苦凯文了。对，没有，我特别喜欢聊这些话题，特别有意思。对，好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好，非常感谢啊，让我们幸福喜悦吧，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，实际上是一种幻象，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，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，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。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，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，将自己交给了灵魂，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。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，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。